冰川和雪山相随，春秋和冬夏相伴。这里有藏在壮阔之中的隐士秘境，湖泊、雪山、森林、蓝冰。欢迎和我们一起寻梦藏东。快！我靠，有日照金山！我们刚到边坝县，竟然就碰见了一场日照金山。但是虽然它不是那个就是完完全全正的角度，因为正的角度的话，它可能是全部都有。但是现在的话，它只有一个，你看那边，它只有一点点金边儿，但是也特别的好看。然后我们现在赶紧起飞无人机看一下，整个边坝县的话，周围很多座雪山，所以早上起来这边人特别幸福，他们能特别轻易的看到日照金山。早起一睁眼的日照金山，这是边坝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虽然角度并不是最好，但依然足够让我们羡慕这些随时都可以享受雪山盛宴的人。而日出之后，他们的村落也开始随着半空中的青色炊烟和山间的绿色河流一同苏醒。看远处的雪山，然后早上起来炊烟袅袅的村庄，整个烟雾缭绕在这个山上，这感觉挺江南，这幅画面。Hello 啊，偶遇了一个这个羊，也不知道叫什么羊。我们俩人一个说这是熊，一个说这是老虎，结果一看是土拨鼠嘛。我们现在就在三色湖黑湖的观景平台入口，一会儿我们就往上走走，然后看看上面有什么样的风景。据说是一个黑湖，一个白湖，然后一个黄湖，但是这个季节会有什么样的景色还是不太清楚，我们估计得用无人机才能看得到，因为一般这种视角的话都得用无人机才能看得比较全一些。经常有很多朋友在后台或者私信问我使用的无人机型号，我绝大部分时候用的是大疆系的无人机，但是这一次稍微有一点的不太一样，我带上了这台来自博坦的无人机，他们的最新型号阿童木 2S， 所以接下来我将全程使用这台无人机，然后进行我们空中视角的拍摄，看看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画面吧。好累啊！哎呀，这上面风还是挺大的，不知道一会儿阿童木 2S 能不能顶得住。这是黑湖，其实是以蓝为主，就是深蓝色。那个位置在我那边是白湖。一个在雪山脚下的小村庄，多幸福！天天能看日照金山。看你有冷着，你又穿了个小衣服。哇，就在这儿，已经看到蓝色的冰了，是吧？是。因为这边的冰川群特别多，但是能近距离接触的其实现在已经不多了。路的尽头就是巨大的雪山，下边一溜全是蓝冰。然后我们就先得从停车场的位置、停车的位置，然后往这儿走1-2公里的距离，看看我的尽头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啊！巨大的雪山，特别有压迫感，横亘在你的眼前，然后还有一条雪白的冰川从山腰下一直倾泻到湖面，哇，这种景象！嘿，看到那个小人了呗？然后你们再看看这个山，那么点小人，这么大的山。就这个季节的藏东人都很少，因为特别冷。然后一般人如果说不是为了特意的追求这种美景，可能都不过来。哇，这个纹理越来越梦幻了。走到这儿的时候，因为你时不时就会听到冰面上传来的巨大的那种冰裂的扑通扑通的声音，然后两边全是这样的高山，总是有一种特别穿梭的感觉，穿越回了这种远古时期。我觉得是蓝冰，大鹏非得给我降，非得说这是绿冰。像不像一个特别大的水晶棺材？里头有没有可能睡着一条美人鱼啊？哇，这种角度来看，特别深邃这个颜色。我们现在找了一圈，
哎，找着了。其实我身后就是一个蓝冰洞，往身后，这也是属于冰洞的一种，穿山洞。特别的美，然后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远古的冰川世界。冰爪还是换上吧，因为越往里走越滑了。然后我们离这个冰墙越来越近了。它这个颜色是和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我靠！我的天哪！看这个冰里头透着那种蓝色。当脚步踏上香格拉冰川的那一刻，周围的世界仿佛立刻安静，所有的声音都被寒冷和海拔过滤，只剩下呼吸、冰裂和冰面的摩擦。蓝色的裂纹，被压缩成线条的气泡，晶莹剔透的巨大碎冰，在脚下延伸出一条通向远古的路径。远处的巨大冰墙依然在堆叠、挤压和流动，记录着高原漫长而沉默的变化。哇，看我面前了吗？好像是哪儿山上落石还是什么，反正现在灰尘特别大，还是得离两侧的山体远一点，要不还是挺危险的。我们现在正在离开香格拉冰川，原本的打算我们拍完香格拉冰川的话是去贡嘎冰洞，但是我们刚才碰到一个西藏的领队大哥，然后他说贡嘎冰川其实很一般，所以就算了，反正那儿还不如这个冰洞好看，我们就在这儿拍完了，就去下一站。还得往上攀呢，不得攀到这个位置。今天的海拔还挺高的，现在海拔是4700。对，今天海拔可能是这条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次了。我们现在在海拔5000米嘎德拉山这个垭口，这个实际的是海拔4998米。上来之后，这应该是这个垭口这个最高处。云上秋千，我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等你。那说实话，我在这儿走2步都会喘的地方，你喘吗？建议大家这样。不建议这样是当是吧？很耗费体力。其实，我们刚才一路是用阿童木 2S。然后跟车跟上来的，这一点是我就是没有想到的。这个小小的机身也能安全的飞上来。阿童木的 2S 相比于之前的机型，其实它最大的升级点就是它这个带频控，5.5英寸700尼特的亮度，满电续航3个小时，10公里的图传距离，1080p 的图传，120毫秒的延时，6400毫安时的电池，还支持快充。所有的这些硬件参数其实不比一些旗舰机型差，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带频控，所以它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种自驾的途中需要走走停停、快速起飞的场景。另外一个我认为它非常有用的场景，就是它可以实时的跟随车辆的位置刷新它自己的返航点，对我们这些旅行然后自驾的这种场景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么偏的地方还有个中巴车在营运，太厉害了！这个是穿越5000米海拔和垭口的中巴车，你们那儿有吗？啊，突然就下起来这个雪，哇，这说来就来啊！看到没有，漫天飘洒的大雪，我的天哪！哇，我们得需要赶紧走了，再不走出不去了。西藏的天气和西藏的路同样神奇，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山顶，突然之间暴风雪就在瞬间覆盖掉了眼前的一切，而在短短的几公里下山路之后，眼前竟然瞬间又变成了春意盎然的绿树和蓝天。哇，我靠，这么低跟我们车平行着，这是鹰吗还是什么？
而且特别大，感觉，我去。下午3点多了，我们才来到了萨普这儿。但是今天天气不好，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从里头走出来一拨人，他们说能看得见，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吧。我们现在决定进去看一眼。之前夏天的时候熊特别多，对吧？啊，可能是天气原因吧。是没什么熊了是吧？最近它是不是都冬眠了熊？对。哎呦，累死我了，跑这两步。哎呀，这包太难走。下去看一眼。我们现在来到了萨普神山的冰湖上，你看我身后，晴空万里。但是呢，让我们一块儿转一下，转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身后的神山呢，又是没有，全是乌云，全部遮挡。哇！但是现在好像有线，你看这个天，它正在慢慢的退去，往那边吹。对，太阳现在已经晒在整个湖面上了，然后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出现。姑姑，你为什么不怕冷啊？我在这儿都快被冻傻了，我操！我一说话都已经成大舌头了，我看你一点反应也没有啊。哎呀，太厉害了！生活这儿的高原上的狗子也是个顶个的棒。我们决定往里头稍微走一小段，看里头景色怎么样。现在海拔是4600米吧，大概。然后在这种高海拔地区，这种轻装徒步其实需要尽可能的轻量化，所以阿童木 2S 它低于249克的重量就特别合适，非常的轻。而且这个重量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飞行是无需注册备案和考取驾照的。虽然它重量很轻，但是它依然有800米的最大飞行高度和5级的抗风能力。怎么样？正在出，肯定是正在出。我们在这儿来了大概有20分钟，身后的萨普神山隐约想要出啊，就说明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有白来。看这两个，现在应该有个山尖尖了，一会儿看我们能不能，我是冰裂的声音，咕嚓一下，我从冰那边传到这边来了，我的妈呀！吓我以为我把什么东西给踢了呢。是，我也以为是踢了什么东西呢。刚才牧民大哥过来问我们要不要住宿，因为这晚上可能还能拍到星空。但是说实话，现在这个云太多了，晚上不知道什么情况呢。看看再说吧。我估计我们大概率是不住，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晚上估计也不太可能有星空。我们拍完目前这点，然后就准备出去了。我们刚才所有的画面都是用阿童木的 2S 的 AI 短片拍摄完成的，细区苛刻、渐远、冲天、环绕、螺旋、AI 跟随，甚至还有这种盗梦空间的失重穿梭这种效果。这些复杂的运镜的话，你不用去深度的去学习，所以这对新手是绝对友好的。我们这些天使用这台博坦的阿童木 2S， 相信它的画质你们也能看得到，我认为是很不错的。它的1/2英寸的 CMOS f2.8 的光圈，4800万像素 8K 的照片，4K HDR 视频，还有最大宽容度和色彩的专业 Plog 模式，图谱快传导入到手机，及时的分享到朋友圈。对新手来说的话，这个价位的这些参数功能体验可以说是完全拉满。但无论你能拍到多么美丽的画面，安全飞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这台博坦的阿童木 2S 也会是你将来旅途中最喜欢的小伙伴。我们现在正翻越的是下拉山，
实在是太漂亮了。这种颜色就是不光是这种原来的夏拉山它本体的这种黄色，还有那种青灰色，它还有现在还有一种白色。前2天刚下了雪，所以特别的壮观，特别好看，特别有层次。从谷底到山顶，急速拔高的海拔也同样带来了景色的急剧变化。谷底的绿树成荫，温暖如春，都随着车轮向上蔓延流逝，变成了高山草甸和白色积雪，一半皑皑白雪，一半金色草甸。越过夏拉山的垭口，眼前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色彩和构图。黄色的山脊肆意流淌着恰到好处的白色雪花，似乎每一个笔画的勾勒都经过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但又那么的悠然洒脱。500公里之后，纳木错在路的一侧毫无征兆地展开，车轮还在继续向前，世界却忽然像被拉开了边界。湖面的蓝色安静得如此不真实，而在另一侧，念青唐古拉的雪山一座接一座地延伸在湖面。此刻充斥我们视野的，也不再是单一的风景，而是西藏这个神奇的土地上最浪漫的画卷。